趁着假日，狐狸猫他们准备一起出游，但狐狸猫却不小心睡过头迟到了。李黎、麦麦在公车站等待狐狸猫的同时，突然看到有个人倒在地上没有呼吸了。李黎马上拿起手机打电话叫救护车，而麦麦想起健康课时学过简单的急救原则以及心肺复苏术，也前去帮忙。不一会儿，救护车到了，并将昏倒的人送往医院。刚从一阵惊慌中恢复冷静的麦麦，突然想起在上次的课程中学到呼吸作用以及呼吸运动的差异。这里请你想一想，急救时进行的人工呼吸是帮患者完成呼吸作用，还是呼吸运动呢？急救时进行的人工呼吸是帮忙患者完成呼吸作用，还是呼吸运动 ？A. 呼吸运动 B. 呼吸作用。正确答案是 A。呼吸作用指的是细胞将养分分解产生能量的过程，而呼吸运动是指将外界的气体经由呼吸道吸入肺泡内，或将肺泡内的气体经由呼吸道排出外界，也就是吸气和呼气的动作。所以急救时进行的人工呼吸，其实就是帮忙患者完成呼气与吸气的动作哦。那么呼吸运动是怎么进行的呢？它又在人体内扮演什么重要角色呢？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人体的呼吸系统以及呼吸运动吧。人体透过呼吸系统进行气体交换，呼吸系统是由鼻、咽、喉、气管、支气管和肺等器官所组成。外界的空气经由鼻、咽、喉、气管、支气管，最后进入肺脏。肺脏由许多肺泡所组成，肺泡只有一层细胞的厚度，表面布满微血管，所以氧气和二氧化碳可以直接经由扩散作用，在肺泡和微血管间进行交换，再经由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。这时李黎突然想起，家里有一台空气清净机来过滤空气中的灰尘、花粉和有毒物质。那么吸入的空气中如果有灰尘或其他异物，该怎么办呢？鼻腔中的鼻毛与气管壁上的纤毛就像人体的空气清净机，过滤空气中的灰尘与异物，让干净的气体进到肺脏进行气体交换。当空气进到我们的鼻腔中时，鼻腔中有鼻毛，这些鼻毛就像滤网一样，可以过滤空气中较大颗粒的灰尘。甚至在不小心吸进异物时，还会哈啾一声，透过打喷嚏把异物排除，避免异物或灰尘继续顺着呼吸道到达肺部。除了鼻毛的过滤外，气管壁上还有许多纤毛，纤毛会朝着向外的方向摆动，将气管内的异物随着纤毛摆动排出，或者集中形成痰液咳出。这时候李黎、麦麦终于看到睡过头的狐狸猫从远处急忙地跑向他们。狐狸猫停下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看着狐狸猫喘着气的同时，胸口搭配着呼吸的频率不断起伏。麦麦突然很好奇，为什么呼气和吸气时胸口会不断起伏呢？其实这是因为肺脏本身没有肌肉，没办法自行收缩与舒张，让气体进出，所以需要靠胸腔中的其他构造一并合作，来完成吸气与呼气的动作哦。人体的肺脏位在胸腔之中，胸腔是由肋骨和横膈等构造所构成的一个密闭空间。横膈是位于胸腔和腹腔间的一块肌肉，人体可以借由控制肋骨以及横膈的上升与下降，来改变胸腔的体积，控制气体的进出哦。这里邀请荧幕前的你，将手平放在胸前，现在手摸到的部位主要是肋骨，然后深深吸一口气。这时你会感受到，当我们吸气时，肋骨会上升，在此同时，横膈也会下降，整个胸腔的体积就会变大，肺也随之变大。此时肺里面的压力变小，导致外界空气就能经由呼吸道进入肺中。当我们呼气时，肋骨下降，横膈上升，使得胸腔的体积变小，肺也随之变小。此时肺内压力变大，肺内的空气便能排出。了解呼气与吸气的动作是如何进行后，
李黎发现原本气喘吁吁的狐狸猫，呼吸终于渐渐变慢了。他十分好奇，为什么激烈运动时呼吸速度会加快呢？前面在神经系统中学到，脑干是控制呼吸的中枢，这个呼吸中枢负责让呼吸能自主进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专心看着影片的你，不需要特别提醒自己，也不会突然忘记呼吸。成人的呼吸运动每分钟约15到18次，脑干会因应身体的状况不同来调节呼吸的快慢。这里邀请你想一想，当激烈运动时，血液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当人体激烈运动时，血液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会有什么变化呢？ A. 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会增加 B. 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会减少。正确答案是 A。 是的，激烈运动的时候啊，身体需要比较多的能量，因此细胞需要不断进行呼吸作用，产生能量的同时也会产生二氧化碳，这个时候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便会增加。脑干侦测到这项讯息后，便发出讯号，促使呼吸运动加快，加速排出二氧化碳，同时吸入氧气，提高血液中的氧气浓度，来维持体内的气体恒定。看到这里，狐狸猫它们才发现，原来吸气、呼气这个习以为常，甚至不需要特别花费力气就能完成的动作中，也有许多学问存在呢。课程尾声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小练习吧。以下关于人体呼吸运动与呼吸系统的叙述，何者正确 ？A. 鼻腔中具有纤毛，可以借由纤毛摆动将空气中的异物排除。B. 吸气时，肋骨上升，横膈下降，胸腔内的体积会变大。C. 肺具有肌肉，可以主动调整肺脏体积大小。D. 呼吸中枢脑干透过侦测血液中氧气浓度来调节呼吸快慢。正确答案为 B。 课程尾声，让我们做个小整理吧。1. 人体借由呼吸系统进行气体交换。2. 呼气和吸气交替进行的过程称为呼吸运动。3. 脑干是呼吸运动的控制中枢，能接收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讯息，调节呼吸运动的快慢，维持体内气体的恒定。4. 吸气与呼气的比较。吸气时，肋骨上升，横膈下降，胸腔体积增加，肺体积也随之增大，此时气体会由体外进入到肺。呼气时，肋骨下降，横膈上升，胸腔体积缩小，肺的体积也随之缩小，此时气体由肺流出体外。最后留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，老师告诉狐狸猫，最近的空气品质不佳，悬浮粒子 PM2.5 浓度过高，所以要减少户外活动，避免影响到呼吸系统与循环系统的健康。这时狐狸猫感觉十分困惑，什么是 PM2.5 啊？而且人体不是有鼻毛和纤毛过滤空气， PM2.5 又为什么会影响到呼吸系统与循环系统呢？欢迎你去寻找答案并留言在下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